找到了。洞会交彻，复应王行，招无为有，逆章回灵。没事吧？子期，学香，学香，子期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1000年前，在阵前杀你的不是我。我知道，即便那个人化作你的模样，可我识得你的眼睛。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仙魔大战可还在继续？你又是如何复活我的？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夜王川，我是用楚墨复活的你。仙魔大战结束，已经900多年了，其中的因由，日后我慢慢跟你细说。我已经死了900年了，那仙魔大战结果呢？你放心吧，最后仙界获胜了。虽然我当年没能阻止大战的爆发，但是从今以后，我们可以过上我们曾经向往的日子了。就算唐州有一位梦中人又如何？往日已逝，当下才是最可贵的。情由心生，有心便避无可避，不如面对。啊，对了，子期，多亏了他们3位，我才能将你复活。多谢3位的救命之恩。不必客气，都是柳微阳的执着，才换回了你。虽说历经磨难，好在终成眷属，恭喜你们。恭
用谢啊，桃姐姐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吧？我叫严淡。你们的故事比我看过的任何画本都要感动，我可不可以将你们的故事写进我的画本里啊？若是有一日能够演出的话，一定非常的精彩，名扬四海。哦，当然了，贵宾席我一定会给你们2位留的，到时候一定要记得来看啊。子期，子期虽然恢复了人身，但是魂魄困在尸骨山太久，阴气过重。一会儿我便要带他离开，你们也不可在此久留。桃姐姐脸上长了我也长过的青斑，或许我失去记忆前也来过这儿。这果然是个小妖怪，到了哪里都不安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大半夜的来这儿，能安什么好心啊？这明明是你自己好奇想出来的，怎么，现在又不高兴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我看到这儿，就觉得心里怪怪的，而且总是不受控制似的。之前来到岸边，看到好多人提着灯渡川，我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也是，我觉得特别的熟悉。这个地方我之前在魔像中见过，当时我一个人，手里拎着灯，在那儿渡川水，又冷又热，灯里的火不停地往我身上窜。你说，会不会就在此处，我们失去了记忆？这果然有玄机。我知道了，怪不得渡川的人会提着它，这是明火。谁被这么一烧，哪敢不忘记过去的事情呢？若是我的话，我估计我1天就给忘了。没骨气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，哪怕烈火焚身，也不会忘记的。所以，你才念念不忘你的梦中人吗？我看你要不然拿着这个灯去川中走一走，没准儿不仅能够想起之前的梦中人，还能够知道你是如何辜负人家的。你就那么想让我记起过去啊？你是不敢面对过去，还是不愿面对过去？难不成你以前真的有辜负过一个女子？燕丹，你也是没有回忆的人。若你不在乎过去，我也不在乎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青春。你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
而我不过是一个顽劣的莲花精，干嘛总对我这么好？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。可是之前你的法环动了，我想知道，它是因为我而动的吗？美在唇香人静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酿成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一生一地，不放肆于大梦不息。唐舟，唐舟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，快走！我不走，你没事。快走！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快走！我来帮你动气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怎奈情深缘浅，终将一别。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由快活。你回来了。樊归君，是你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，欢颜如莲，悲苦如己，浓尽碧枯，淡遮履身。妹妹，颜淡。这是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之内，就会像刚才那样飞走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聪明如你，下棋若是死局，那便要抽身离去，否则伤人伤己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崖的茅草屋中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旁人。这世间的种种痛楚，我都尝试过，剜心、违心，了无桥下死神之痛。
烈火灼灼焚心之苦，皆不若一次心死。我定要相忘，绝不回头。颜渊，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穿越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轻看眉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。严南，方才是我神志不清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别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才开人厮守。你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唐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尚德，唐昭，竟然没死！我命不该绝，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仙衣尽碎，我便能得到帝君的仙灵。你们不是难舍难分吗？那不如一同去死吧。应当，天界凡间，你就这般不依不饶吗？你竟恢复了记忆，哼，甚好。那我便让你们死个明白。颜淡，看到帝君根本不记得你，你的心痛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你只有半颗心了。那应该没有我的痛吧？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番模样，你到现在都不清醒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不如大家一同化为烈火，共成灰烬。你的灵力当中，怎么会有花精族之灵？我能灵力暴涨，多亏你们花精全族。你的族人虽灵力不高，但妖元纯净，人数众多，最适合化为己用。记住，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活一日，周为人永不得安生。
你真是疯了！我已经恢复了天界的记忆，我自然也可以用天界的仙法对付你。一不做，步步做，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你杀我全族，残害帝君，挑唆我与芷溪反目成仇，你害我2次上天星台，今日我便让你一并偿还！为什么我苦修千年，化形成仙，本可仙途无忧，扶摇直上，却为帝君因爱生恨，最终落得个不仁不妖、灰飞烟灭的下场。请人作福，难道我一开始便都错了吗？我丢了半颗心，将臣丧了整条命，而你罪有应得。颜淡啊颜淡，你真没用。无论是天界凡间，你竟都爱上了他。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他外溢的仙力，但是他仙衣破损严重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第4件神器，或许才能有所好转。可是3界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？我可以救他。邪神之力都无法修复，你要拿什么去救？如果不是我拉着他去川上划船，他也不至于会如此。我自己惹的事情，我自己负责。放心吧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药，我一定能有办法的。况且，这凌霄派未来掌门人的人情，我要定了。我们2个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唤我。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给我做个宵夜。等我大功告成了，我们一起吃。走吧。颜淡，若有事随时唤我。
为何到最后，终究是我想起来你，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？罢了，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，那就一直欠下去吧。燕丹，你为了救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。你既然醒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圣德呢？方才你打斗，可有受伤？出没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，我用它已经除掉圣德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。燕丹，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，方才我想问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。燕丹，你给了我你的心头血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怎么只有半颗心？另一半去哪儿了？这东西竟然从天上跟到了凡间，真是因缘际会，命运难避啊！林青，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，趁热吃了吧。不用了，于墨，我方才救唐周的时候有点太累了，我想早点睡了。你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你已经面无血色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？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想办法好吗？真的没事儿，我只是薅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等唐周好了以后，我得好好使唤他，让他还我点灵力才是。好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子期，你脸上的青斑都已经消除了，看来尸骨山的阴气已除，但是你的魂魄刚刚归体，有些不稳定。
需要调理些时日。来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药汤。轩香，我请你帮我打听之事，可有回音了？仙魔大战中，34个仙族灭族，明焰族没有幸免。我的族人可有入神观里，荣耀下葬？明焰族中了埋伏，尸骨无存。对不起。这支紫烟簪是我刚升仙阶时，我的恩师嫉妒星君还清赐予我。他说此簪坚硬无比，代表着天界对我的信任和我对天界的责任。即便我当初选择了你，可我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仙族。你没有。是我将自己的失误亲自递到了硕华手上，是我的自私，成为了仙魔大战的始作俑者。轩香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子期，生死都可以跨越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开始呢？不，我们中间隔着的从来都不是生死，而是枉死仙族成千上万的性命。轩香，让我走吧。子期，就算你要走，也等你身体好点了再说，好吗？上一次我能够忘记，这一次我一定能。
我们当真有缘，没想到又遇见了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可好？过得挺好啊。那你如何又来到了此地啊？还不是你这忘川水的效果实在太差了。明明已经顺利渡川，忘记了前尘，这如今又都想起来了。我独守夜忘川万年，每个渡川者于我而言都是过客，唯有你，伴了我800年。我在心里早已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。有些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我带着所有的记忆，又重活了一次。你既然可以放下我，我也一定可以放下你。即使忘不掉，我也要断情绝爱。严丹，莫要太伤心了，因为帝君并非无情，他也是没办法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爱他了。
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谢谢你，雨藏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沉香燃明灭，情屑散长空。前尘终肠断，相思早随风。眼淡复得情根，回首往昔，不愿再现情沼。再次缠绕的命运，是失而复得，还是得而复失？世人道沉香如屑，再难回头。可有人甘愿化为烈火，只因余温未尽。如今唐州仙体破裂，命在旦夕，众人为寻最后一件神器，再踏征程。帝君归位指日可待，应渊终将解开身世血脉之谜，揭开潜藏袭击者的真面目，破解仙魔大战疑云。故事未到尽头，待沉香重燃，再与君约。本以为陶姑娘离开你会心情不佳，没想到你倒挺想得开啊。离她伤好离开还有段日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她留下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教你的仙法可学会了？以西书，3大神器已嵌入我体内，猎魂之症也好转了许多。神器嵌体，以后哪怕是我也没办法偷走了，除非是你爱上了哪个姑娘，自个儿掏出来送人。不过那也算是装没事了。唐昭，若不是你拿到楚墨，我也不会与子期重逢。我们是朋友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都说在其位，则谋其政。你身为上神，又是魔族之首，却为了一人而舍万民，那你可有过自责吗？我当然自责。身为邪神，魔界被夷为平地，魔族人被杀被赶之时，我何尝不心痛愧疚？可我给不了族人想要的，而我想要的唯有自己。可你和陶姑娘身份悬殊，如今这魔族仙族万千条性命又横在你们中间，你们牺牲了那么多，难道不怕事与愿违吗？1000年前，我与他皆从未惧怕过，因为我们觉得只要自己问心无愧，那么旁人的责难与眼光都不算什么。可如今，他因为自责，不敢面对我们这段感情，想要逃避。我一定要把他拉回来。既然决定放弃责任，选择心中所爱，就一定要坚持到底。不然的话，就都辜负了。唐昭，若是现在严旦有性命之忧，你愿舍身相救吗？我会。你看，你连命都可以不要，那么喜欢你这3个字，就这么难说出口吗？我是捉妖师，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，须得断情绝爱。况且，人妖殊途，或许是殊途同归的。无论身处何界，身为何族，有心便有情。你身为凡人，应该知道凡人的一生非常短暂。有花直须折，
莫待空折枝。唐周，他曾劝你忘却前尘，珍惜眼下。可是何为前尘呢？就是有一日，你遇见了一个人，眼前的一切都黯淡无光。不要再犹豫了，不然的话，你肯定要追悔莫及。你在等我？嗯。你要同我说的这句话，与颜淡有关吧？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柳未央与陶姑娘的感情，令人触动。我也不想再逃避了。无论颜淡如何看我，我都会告诉她我的心意。可是你是凌霄派的继承人，就算你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但是你同门的师兄弟，他们会同意吗？我知道，你也喜欢颜淡，你们相处得更久。可是颜淡是妖的身份，如果他的身份被别人发现了，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而这个后果，你可能承担。我希望你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，前提是，你不许伤害颜淡。你放心，师门恩怨，我定会妥善处理。我绝对不会让颜淡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在你历难结束之后，你要返回天界做你的上仙，而颜淡怎么办？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我都会保护好的。别看颜淡平日嘻嘻哈哈的，看起来无忧无虑，但实际上他最是爱恨分明。他若只把你当朋友，你对他的情愫只会让他更加难过。他若拒绝，那你们两个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这事你都有想过吗？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我绝不会干涉你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我兄弟，如果你伤害颜淡，我绝不会饶你。谢谢你对颜淡的呵护。玉木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颜淡因唐周受一点点伤害。颜淡，因为怕失去你，我一直不敢说的话，有人要先对你说了。其实，我也是自私的。我想凭此看一看，我在你心中，真的只是主公和靠山吗？做一粒多少发黄的心，碧落
去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年月过了，情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期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。燕南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的掌门人了。过往数十年，我都在为师门的道义而活。可现在，我只想为我自己活一次。一路走过来，你多次救我于危难当中。以后，换我来保护你。其实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挺烦人的。但是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曾有过诸多误解偏见，但如今我的寤寐思服，辗转反侧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此身，此心，已许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。以前不悔，日后亦是永绝。应渊，你永远都不会放下责任的。那你梦中的那个人怎么办？你难道不找他了吗？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梦境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要珍惜眼前的你。回头接幻境，对面知是谁？我们之间是没有可能的。可我不愿留下遗憾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一吹，想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。你做什么？这不是龙王给你的幻翼珠吗？碎珠为证，过往种种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我愿将过去的一切，化成这漫天繁星，送给你。这么多啊！结星星，又是结星星。当日的流星，不过是满天星幻化的障眼法，而今日，只是夜明珠的粉末碎片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成真不了。可我的心是真的。可你这颗真心我不想要了。你不要再白费力气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我之间绝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。
镇妖链与掌门法环相互感应，近日镇妖链频繁震动，唐师兄他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？你说要借我家的魔象地火一用，原来就是用来烤鸡呀！魔火烤鸡，3界只此一家，颜黛一定喜欢。唐州表白失败，你看起来很开心吗？我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此事我早已经料到了。我也提醒过他，若是跟颜淡表白遭到了拒绝，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颜淡那么难过，我又怎么会开心呢？我作为他的主公，他是我的连亲，我只能烤只鸡，哄他开心喽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也要烤一只，给我家子气尝尝。刘洋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：福双因一个法术，把自己变成了老人，这个法术就是传说中的傀儡术，对吗？正是。那是只有魔族的人能习得此术吗？习得此术之后，想变成任何人都可以吗？傀儡术和别的法术不太一样，任何人都可以习之，但是此术乃是我魔族顶级秘术，除了我，只有几位长老们会使用。那此法术与凡人的易容术有何区别？以傀儡术变身，无论面容、身形还是声音、气味，都一模一样。除了同会傀儡术的人，旁人根本无法破解。那昔日仙魔大战，你有没有觉得其中有何隐情？朔华虽然有邪神之力，但是4帝君同时出战，怎么可能伤得如此惨烈？哪怕是我亲征，也毫无胜算。最终是仙族获胜，但是从人员折损上来看，更像是2败俱伤。可如果有人从中作梗的话，那坐收渔翁之利的人又是何人呢？冥界被夷为平地，妖族被迫与人族同居一界，魔界几近消亡，仙界与天界合并后，也元气大伤。这么一看，无人获利啊！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但愿如此吧。云奈，这身打扮怎么样？啊，那个，我不会下棋，我知你艺术超群，你可否教我？我以后不会再下棋了。那个，以前你最讨厌这个不离所了，先让我教你此术。若你不开心了，便可以用它来教训我。唐周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还有，我非常讨厌你这身衣服。若以后你再敢穿着它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见一次烧一次。柳阳，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那个颜淡，你别误会。这个衣服是柳微阳选的。哎，颜淡，颜淡，我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并非一时兴起。这只橙花簪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你手里。
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沉香早已燃尽，就算有缘，我们终究还是无分。就算真的是我一厢情愿，你也要毁了他们？难道你从未对我有过一丝心动吗？颜淡，你清醒一点，他不可能永远是唐周，他早晚会变回那个冷酷无情的帝君应渊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，执迷于遗忘。没有。明日我便会离开神霄宫，还请你将这不离镯解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可我不想让你离开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解开吧。寸步不离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一生我下春与秋，山海无路万行中，欲别还休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烟火暗上留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。再开人厮守。多谢。叶檀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，只做朋友，可好？20。你怎么会下不离所的禁止？因为我和柳维扬一样，已经找回了记忆。记忆里有不离所，难道你的过去与我丢失的记忆有关？没有，我曾经也在天界待过，但那个时候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仙士。你我之间从来毫无关系。如今你有法环的禁锢，
来日你有天条的禁锢。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此次下凡，只是来历练，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我不愿意做神仙，我只想留在这里。900年前，夜望川边，我一直都在等这句话，而现在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你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你现在是凡人唐周，等到有一日你变回了帝君，你便不会这样选择。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轻易许诺。我的帝君回忆是如何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身为帝君时，若遇见你，也必定会爱上你。即便你恢复了记忆，我还是会选择和你在一起。原来，唐周根本不是火德，他竟然就是应元帝君。我本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打打闹闹下去，日久天长，永不分离。没想到，你还是宿命般的遇见了他，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菜来了，慢用。我知道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在我面前，你不用憋着，也不用忍着，想哭就哭吧。说起来，我还真的挺倒霉的。这一次，竟又爱上了同一个人。圣德之所以想杀我，现在我也知道了，他竟然是银灯。
但是我也挺庆幸，还好我没有变成他那般执念跟疯魔。放心吧，虽然我现在已经全都记起来了，可是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颜淡了。对于我而言，情爱已经不是我人生中的全部了。有句话我必须要说：前尘过往，误会良多。其实，在你第2次上天刑台的时候，应渊已经让火德元帅准备了免责天书，就算你到了天刑台，你也不会受火刑的。他从未想过伤害你。其实我无法原谅的，并不是他送我去天刑台，而是他亲手抹去了我们的记忆，让我忘记了过去。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是否怪我隐瞒了你的过去？正是因为你的隐瞒，这些年来我在耶兰山才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啊。于墨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原来你就是那条差点被我砸死的小黑鱼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来到凡界才失去一只龙角的？不是，是因为敖轩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，才离开的九重天。龙角也是因他而断。遇到紫菱那日，我正在被他追杀。不信你去问紫菱。当初我还是余身时，你也并没有砸到我呀。在那个时候，正值我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，命悬一线，所以看起来奄奄一息。是你显出真身相护，才让我顺利化出了人身。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否则，我怎么可能找你当靠山，让你随意给我起名字呢？没想到当初还有这番因缘际会。其实恢复记忆也挺好的。我知道陆明升了官，还真是给我们仙氏长了脸。还有姐姐，迎灯落得如此下场，定是姐姐的手笔。如今，我知道姐姐心中还有我，便是已经很好了。现如今，只是已经升了仙阶，做了妙法阁的掌事。如果你想见他，我可以找陆明安排。不必了，别去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了。颜淡，既然你恢复记忆了，我就不能再占你的便宜了。那从此以后，我继续做你的跟班，可好？这是你送给我的印记，你凭什么抹去呢？于墨，我现在既已恢复记忆了，我没有办法继续上演主公年轻的戏码。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如何还清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亏欠？你是我靠山，我是你跟班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们曾说过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救七族，一诺千金。
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？可正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才不能再连累你了。云墨，也许现在对我来说，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能再占用你的人生了。严丹，这是你签的卖身契，期限未到，不可毁约。对不起。我去意已决。明日以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来，今夜让我们不醉不归。山主，山主！你们终于来了。不都说好了各奔东西了吗？为什么还来找我？我自然是不敢不听你的，但是有些人不同意啊。严丹姐姐，你不能走！你不能走！严丹姐姐，你不能走！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可知道我每日要派多少人去打扫你的藏书阁？你要走了，这小楼就白建了，彻底成了我们严兰山最大的亏空花销。是啊是啊，我还没有长大，你怎么能走呢？紫嫣，这山境中要是没有你，少了许多生机乐趣啊！你要不回严兰山，那我就回胡族老家了。严丹，你要是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。我和琳琅一起去胡族。严丹姐姐，当初在降妖堂，你答应过我要帮我庆生的，明天就是我的生辰了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那好吧，我不走了，明日留下来陪丹蜀过个生辰。好啊，好啊。
丹叔，给你的。哇，谢谢。妍楠姐姐，你做的面条好长啊，好厉害！妍楠姐姐，你手艺真好。味道怎么样我不敢说，但是寓意着希望你平安。先许个愿吧。我希望我们能像这碗长寿面一样，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永远不会分开。丹叔，你看，百灵给你准备了什么？什么？当当！别捏坏了。哇，剪得好像我们呀！你手真巧。是啊，小主人真可爱。丹叔，赶紧收起来吧，要不然该被他们抢了。嗯，谢谢。大家赶紧吃饭吧。我给你尝，谢谢姐姐。林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不走，都是假的。你能骗得过他们，但是骗不了我。只是没想到，你连船都准备好了。别这么伤感嘛，我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以后会回来常看你们的，我也会回来看你的，雨墨。你用的是回，不是去。这世间，只有家是用来回的。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曾经只是自己一个人。现在在你的心里，你早已把大家当成了一家人。你这么离开，舍得大家吗？他们喜欢的是以前无忧无虑的我，如今的我只会给大家徒增不快罢了。颜丹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这么说不但看清了大家，也看清了你自己。你知道你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？好，既然你去意已决，把它带在你身上，我会心安些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没有了一眼，你的九旗之力便会不稳。一个堂堂的山主，总是闭关修养，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无所谓。当初我寻遍凡间都找不到你，我用它和将臣交换了你的下落，才寻到的你。既然你要离开，那这个当初寻你的一眼便再无意义。我留着它，又有何用？你疯了！一眼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唐师兄，上去！颜丹，
快上来吧。唐师兄，这竟然是真的！你们前来是受掌门所命。镇妖链无故震动，掌门说，他与掌门法环同为镇派之宝，互相感应，若生异动，定是你动了凡念。我们谁也不信。师兄，那个人是谁？难不成是颜淡？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走，为何还要帮我捡回来？你知道我要走，你还故意把一言往水里扔，你不就想让我走得不安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在乎。你以为我不会在乎？在你的心里，我就是那种连我至交好友的好物都无所谓的，是吗？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，反正一言我找回来了，留也罢，扔也罢，你自己处理吧，我不再管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丢了。真的是他。是为我父师门所托。这法环可是要现在拿走。掌门只是命我们把你带回去。唐师兄，掌门如此倚重你，只要你好生认错，不再犯戒，他一定能原谅你的。若是我不认错呢？掌门若要罚我，罚就是了。可是今日，我不能跟你们一同回去。你们放心吧，掌门知道你们二人拦不住我，不会责难你们的。待送颜淡安全归家，我定会回去领罚。师兄，你与他相识不过数月，为了他，违背师门意愿，可值得？值不值得，为心所愿。颜淡，你怎么了？可是受了风寒。我没事。颜淡，玉破冰禅，你可知你在干什么？是掌门命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的。我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。玉破冰禅之毒于妖无解，于人却无大碍。师兄，只要你跟我们走，我立刻将解药给你。师门传授的杀妖之物，不是让你用在人身上的。我们凌霄派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解药交出来，交出来！唐师兄，快去给颜淡解毒吧。若下次再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走着出去，抱着回来，还是山主有本事啊！这只妖落水片刻就染上了风寒，怕是也不简单呢。哎，你说这熬了一晚上的药喝了都没好，这不是要照顾一晚上？颜淡姐姐怎么了？不知道。服药之后，寒气竟比以前更重了。灵力输入她体内，一入丹田，便如滴水入川，化为无形。莫非她是中了？这寒气淤塞之象，我曾见过，确是玉破冰禅所为。
此冰蝉是极稀有之物，神霄宫地界从未出现过，不知是何时游入了江中，咬伤了颜淡。这个冰蝉很厉害吗？颜淡他究竟怎么样了？欲破冰蝉，其毒甚烈，会令妖遍体生寒，直至躯体成冰，无药食可解。刘未央，你可否帮我护法？我将颜淡体内寒毒引入我的体内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欲破冰蝉毒性虽强，但是以我体内一眼之力，未必不能炼化。大家也不必担心。那就让我来。你为颜淡收了这么多灵力，此刻身子还没我强健呢，区区寒毒而已，交给我。紫菱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我和颜淡情同姐妹，要分担也是我分担。紫菱天天和颜淡不对付，哪配和我抢啊？我也要来，我们狼族毛厚，从不畏寒。我的毛更厚，让我来替颜淡姐姐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里了，我先替颜淡谢过大家。但颜淡中毒皆因我而起，若让你们代受，我怎能心安啊？不过你们放心，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去做。什么任务？颜淡的妖元被冰封，无论是想饮毒，还是疗伤，都需要先融冰。我和柳微阳先护住他的躯体，让他的寒气不在身体内扩散。你们去找一些炭火，烧得旺些，让他的身边日夜暖流不断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不用去了。这位便是颜淡长提起的陶姑娘。方才我去厨房烧火炉，碰巧遇见陶姑娘。原来她一早就准备好了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没想到你准备的这么周到，谢谢你啊。方才你们所说我都已经听到了。我原以为颜淡只是染了风寒，才特意准备这暖炉。以他现在的情形，炭火远远不够，只怕你们还得去寻另外一样东西。莫非是指熔岩？正是。熔岩？什么熔岩？取巨山无崖洞，洞中有万年不灭之火，火中取石，是非熔岩。这破地方热得跟鬼一样。怎么，活得不耐烦了？你要把自己烤熟了尝尝味道。不是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连我都怕被它融掉半个身子。你真不要命了？我当然要命，因为有人在等我。哎，别！如此色灵之婚，还真是不如我上一任主人。你看看人家，好歹人家爱上的是一位神女，你看看你，竟为了一个多番拒绝你的小花精这般疯狂。你再废话，我就将你打回剑庄。让开！你小心点儿，别烧烂了手。日后再有握不住剑，我可不想跟你啊。
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，你简直暴殄天物！天上人间，他爱上这小花精2次。唉，他与颜淡的前尘纠葛，能瞒一日便瞒一日吧。雨墨，颜淡，你终于醒了。桃姐姐，我怎么又回神霄宫了？怎么这么热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熔岩。前日你被玉破冰蝉咬伤，中了寒毒，于墨送你回来休养，所幸有他，才得以驱毒。其他人呢？啊，紫菱和琳琅还有百灵，在去寻熔岩的路上。这个不就是熔岩吗？是。进入屈巨山，需踏7重烈火，才能取得熔岩。以他们之力，一日最多只能过1重。他们出发不过2日，这块熔岩，今晨不知是谁，将它放在神霄宫门外。我去了信，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颜淡，你的妖元刚刚恢复，莫再费神了。我现在就将你体内寒毒引出来。行了，不用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花精了。我习得了火术，再加上曾学过的仙法，这点毒我可以自己解的，放心吧。这怎么办呢？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要不是我打不过他，我一定把他摁在地上硬塞进去。那能怎么办啊？天生他对这味药的气味如此敏感，我捣碎了煮烂了，还是猛混不过。柳公子说他伤了内息，若坚持不服药的话，说不定会留下病根的。伤了内息？颜淡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谢天谢地，那传说中药师无解的寒毒，真被你自己治好了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无大碍了。刚刚你们说，于墨伤了内息，是怎么回事？是修炼的时候练差了气。啊，你知道的，这个家伙仗着修为高，做事要多冒进有多冒进。再加上此地不像岩兰山，也没有温泉水可以助他，这不就伤了内息了？别演戏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紫菱，好吧，他的内息受伤不是因为修炼，一眼破体归位后，需慢慢炼化与灵力相融。可他把你身上的毒引到自己身上，强行加速，这才愈发严重。那时你昏迷不醒，山主知你不能自己去散寒毒，这才铤而走险，还不让我们告诉你。你都不知道，那家伙有多在乎你。当初说要引毒，我们3个都想帮忙，但他死活不肯，非要亲自来。看不起谁？引毒的时候，你们也曾要一起帮我吗？嗯。你是没瞧见，连这2个崽子都跳出来说自己有猫不怕冷呢。你们总是这样无条件的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谢谢你们。那雨墨呢？他为什么不肯吃药？还不是因为药方里有一味莲叶，他说什么都不肯吃你的同类吗？这条春雨，拿出去，我是不会喝的。颜淡，他可走了。明明这么关心他，为什么要躲着他？好，那我问你，
你到底是想让他留下，还是想让他走啊？你不知，严旦奋不顾身，跳下湖中去取回一眼，我有多感动，而他却为了我中了毒。你不知我有多心痛。或许是我做错了吧？那只是个意外。为这样的事情自责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于墨吗？你不喝有连夜的药，我感念在心。可是我们草木和你们的鱼类可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失去几片叶子，只要根还在，便会重新生长。所以，放心大胆的喝吧。如果终究有一日要离开，便还是早些离开吧。你如今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怎么离开？我知道你想寻一个地方，重新开始。既然下定了决心，就不要回头。我希望无论是我，还是山境的大家，都不要成为你的负累。先把药喝了再说。或许，放你离开，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好，我喝。你可以走了。还真是一条蠢鱼啊你！当日在天界的时候，虽然你是我的跟班，可实际上你一直在保护我。而如今在野兰山，我一直受到大家的庇佑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若是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自私透顶？没关系，我们野兰山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如此计较？你看，你也说，我们是家人。我现在已经恢复了记忆，有了保护大家的能力，那这个时候我就更不可能离开了。严旦说不走，当然可以不走。你别忘了，不是你欠我的，是我欠你的。之前在天上，我可是你养了数百年才养大的一条小黑鱼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要好好孝敬你一辈子。我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呢？对吧？哎呀，没想到我成长了。你这个当初动不动就爱生气、翻我白眼的小黑鱼也长大了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既然你不生气了，来，恢复吧。你教训的是，那我怎么能违约呢？从今以后，我要做野兰山最厉害的靠山，让你们来靠。野兰山从此以后，我来保护。太好了，元旦姐姐不走了。子言，这回高兴了吧？这千锤百炼之功，确实玄妙。若要功成形满，怕还是要再需些时日。掌门，进来。
参见掌门。你回来了。唐周呢？唐师兄他不愿和我们一起回来。咱们离开山境这么久，说实话，我有点想家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前些天，山境陆续有小妖失踪，我让百灵先回山搜集线索，发现他们都是在离开山境后突然失去联络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如先到小妖丢失的城镇好好找找，顺便带着紫妍和丹叔见见世面。等这些办完以后，我们再一同回去。好，我们确实在神霄宫叨扰得够久了，不如向柳维阳先行告别。嗯。桃姐姐，是你们啊！您在此处做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方才瞧见一只蝴蝶，一时兴起，竟随了一路。你们是去找玄香吧？他在书房，我带你们过去。你们这边要走啊？不再多待几日？虽然我这神霄宫素来冷清，可你们和唐周前后脚离开，说实在的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们留恋吗？有桃姐姐还不够啊！你有她一个人留恋你就行了，你还要有几个好姐姐？我说严旦，你可别害我啊！我心中唯有子期一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不会刚走就要回来吧？再来提前写信啊！若是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，看我跟你算账。这镜湖水月可是你的领域，平日连耶兰山的信都传不进来，你们是如何做到通信的呢？这个简单，用千丝笺，这是我们神霄宫特制的传信工具，一会儿给你们带上些。哦，千丝笺，是不是一种绛紫色的指尖啊？正是，你见过？啊，没有，刚刚恰好看见桃姐姐在用千丝笺传信。所以就看到了。传信。我被杀祭其前，心中已经明了，仙魔大战不可避免，于是，在心中默默祈愿，希望仙族故友皆能平安得胜而归。如今得知诸多故旧皆陨身灭命，我心中悲痛难安，便悄悄用千丝笺画了往生符，烧给故人，以尽哀思。子期，你真的不用为了顾及我的感受而去偷偷祭奠。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奉陪。谢谢你，玄香。公主，您来了。我们已准备妥当，一切都和往年一样。往年都是我和大家一同守岁，但是今年是最后一次了。此话怎讲？公主，您是不要我们了吗？我以后再也不推牌九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也求您，我再也不乱买珠宝了。我保证，从今往后连懒觉都不睡，日日闻鸡起舞，为神霄宫收集情报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不再同你们守岁，是因为我已经找回此生挚爱。今日之后，神霄宫便不复存在了。你当真要如此吗？他们为你效力多年，即便是要解散，也不要辜负了他们对你的情谊啊。傅说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这间尽欢房我赠予你。你们若不愿离开，或是一时找不到别的去处的话，便可以改行，做些其他营生。我们哪儿也不去，只要公主需要，我们一直都在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有了子期，
此生再无需这红尘了。既然公主心意已决，那么福霜就此拜别。福霜，你为何要化作老妇？一朵花，只有开给喜欢它的人看，才叫圆满。赏花之人既去，花便永不再开。哎，紫妍，地上脏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再过2个时辰，又是新年了。依照惯例，大家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说出来了。颜淡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心愿是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。还有，我希望我写的折子戏，大家能够喜欢。颜淡，你这就不坦诚了。我没有啊，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。紫妍，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我想快快长大。紫妍，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啊？习最困难的法术来练习。那你呢？我？我希望山境太平。紫菱，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坦诚吧？你真正的心愿是向林老告白吧？当着大家的面传音不好吧？男人要有魄力，说个时间。上元节，最晚上元节，我一定说出口。云梦，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，我的愿望呢，是希望大家都如今天这般开心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好美啊！哇，好美啊！这片衣角是那个小妖被捉走的时候分里留下来的，你看看，能不能看出什么端倪？我看着像是天师袍，可你说这人世间，捉妖的门派这么多，从何分辨？我曾见过一个天师，他的衣袍和这个料子很像。你说的是唐周？总听你们提起他，难不成是他带着凌霄派的人捉走了我山境的妖？这不可能，他曾向我允诺，凌霄派与野兰山定然秋毫不犯。切，天师的话我可不信。还有啊，我一提他叫唐周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浑身不舒服，犯恶心，我还头晕。救命啊！紫妍，放开我！放开！怎么会是你？
他的衣服，就是他。你来真的对吧？敢抓夜兰山的小妖，还被我们撞见了。于墨，别听他狡辩，先收拾他一顿，给失踪的小妖报仇。小妖失踪与我无关，小弟弟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绝不相信。抓他呢，是因为他偷了附近农家的鸡。农夫不义，该教他好好学学规矩。子言，此话当真？我看到有好多肥肥的鸡待在一起，想拿回一只给严丹姐姐烤着吃，不可以吗？那你的衣角又是何时破损的？去熔岩石烧的。果然是你。山境之中，小妖失踪，与你可有关系？幽默，我们有过约定，互不相犯。不是吧？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他们衣服是一样的，就算不是他，那也是他同门干的。天师道袍呢，大多都是相近的，不能仅凭断损衣角就判断是我们凌霄派所为。这件事我要好好查清楚。若真是我派中人，我不会让人杀了他的。好，你要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凌霄派。于墨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一直跟着我吗？我只想确认他的安全而已。可是，严丹他不想见你。等他回山，我也该走了。